我这心里我更过不好。哎，咱们家的事儿都是你做主，都是听你的，这回就听我的。好，手术。答应了，答应了。我就知道，这辈子遇到你，是我最大的福分。是我最大的福分呐！哎呀，太好了！白医生，老爷子同意手术了。如果要是手术出现了意外，你放心吧，对于这次手术，我有很大把握完成。谁让你在患者和家属面前说这种话的？我就是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万一出了问题，会给你和医院带来多大的麻烦？哎呀，老师，不会有万一的。您也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从来不会信口开河。最近我查阅了所有类似的病例，也反复研究了陈老的病情和他所有的影像检查结果。所以这是我自己拟定的手术方案，您看一下。您看一下。现在陈老和他家属都已经同意了，就差你了。白如，我告诉你，这台手术你要拿出200%的投入，出了问题，我绝不饶你。老师，你就放心吧。去吧。哎。准备开始，吸引准备，上部准备，倒背。电脑。念。电脑。组织粘连的情况远比我们预估的还要严重。
看来手术风险比我们之前预计的还要大。是啊，很不好办。现在放弃手术还来得及。准备体外循环。手术的过程中有可能大出血，随时准备输血。告别。开始接种了。这手都是汗。哎呀，肿瘤已经全部切除了，而且心脏的大小和功能也完全恢复了正常。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月之后陈老就可以出院了。没事了。对，没事了。白医生，谢谢您了。我之前就说过，我的手术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谢谢你。应该的。白竹，你也太棒了吧！别夸他了，再夸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还是那句话，每一台手术呢都有风险，但我白竹的名字就代表着规避风险。你看他每次骄傲的样子，总是那么让人讨厌。我们家白竹有骄傲的资本。那个，让我清静一会儿吧，还得做一个手术方案呢。是吗？哎，行吧，我们先走了，接着当你的孤寡老人吧，走吧。那我走了。啊。
我还以为……那你呢？你就不需要依靠吗？我会跟我的爱人再回到那个小院里，安静的过日子。Catherine. Oh my God. You're finally back. Oh, we've been so worried about you. Are you hurt? Are you okay? Let me take a look. I'm okay. Thanks, Catherine. I know you must be very upset about Ron. Catherine, thanks for taking care of me all this time. I came here today to resign. Resign? Shirley, I know you're super upset right now, but we can give you some time off and find you a place to rest. Thank you, Catherine. But I do not need to rest. There's still a lot of things to do. I know. I'll give you as much time as you need. No, Catherine. I've decided on leaving Switzerland. I probably won't be back. Leave Switzerland? But where will you go? Afghanistan? Liberia?喂，出发了吗？调查组还有半小时抵达战场，你要是迟到，肯定罪加一等。放心吧，我不可能迟到。我去买杯咖啡。那我真怀疑你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液，是咖啡。我来患者，关紧可好时间。行，去吧。打包还是这边？喝。好。我看了，这些都是最新的设备，如果引进可以帮很多人。白医生。老样子。好的。真幸运啊，白医生，这杯是皮特格最后一杯了，当姐把你加急了。是吗？谢了。也可以这样说，高投入如果可以换回更多患者的生命的话，这个投入就是值得的。对，我这就过去。你好，康你好。你走路能不能看着点儿？对不起，我这杯还没喝，要不我赔给你吧？不用。抱歉，先生，我把钱赔给您吧。我说了不用了，那个豆子不一样。说了你也不懂。先生，这是咖啡的钱，这杯咖啡没有喝，赔给您。我赶时间，抱歉啊。哎喂，你们做推销的眼里只有钱吗？我就在里面买了杯咖啡，就2分钟。可以停到路边呢。抱歉。那个路口写的清清楚楚。你弄洒我的咖啡还找警察？警察不是我叫来的，
处理好自己的事儿吧，多赶时间。抱歉。这车是你的呀？哎，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去买了杯咖啡，就停了5分钟。都像你这么干，5分钟路还走不走？哎，哎，什么哎？赶紧把车开走。哎，好。打幺零了吗？路上。让我来，我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卖医疗设备的不算医生，让开。你。有脉搏了，但是很微弱，有可能是心源性晕厥，而且有心衰迹象，必须马上送医院。等一下，她是孕妇又有心衰，这种病情很复杂，你一定要等到救护车来，不然移动的过程中出现意外怎么办？你瞎吗？看看路况，等救护车到，早就1尸2命了。你等一下，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我知道你是医生，你可以救她。如果在移动的过程中，哪怕一根小血管爆裂了，到时候真的是1尸2命啊！我是同山医院心外科的医生，你现在必须听我的，让开！不能带她走。喂，你好，我是同山医院的医生。你的女儿在同祥宫路口晕倒了。你不要着急，你告诉我你女儿多大，她怀孕多久，有没有什么心脏类的病史？主动脉窦瘤。好，我知道了。啊不，你不要来这儿，你马上去同山医院的急诊中心，我把她送在那儿。好，听到了吧？主动脉窦瘤，不管我们动不动它，这个主动脉窦瘤随时有可能破裂，待在这儿就是死，必须送医院。喂，徐医然，我马上送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去医院，你准备一下。好。林志啊，他食物中毒的症状基本上已经缓解了，但是还需要再观察24小时。好。哎，对了，那个谁今天要来了吧？来了吗？还没有。护士长，白竹在路上遇到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我们安排一下接诊。好。分诊吗？我是急诊的江山，我们要收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对，请你准备心电监护、吸氧和平床。白竹啊，这哪位啊？不认识。白竹，你也在啊？这就是那个患主动脉窦瘤的孕妇是吧？是。情况怎么样啊？情况已经稳定了，还要等彩照结果。啊。对了，介绍一下，白竹。我知道。急诊科代理主任陆妈。没礼貌。陆主任你好。哎，你是？我是肖燕，抱歉我来迟了，路上遇到这个患者。洛桑大学附属医院回来的肖燕。啊，欢迎你，肖医生。这也太帅了！要不是我坚持，患者现在还躺路边呢。行，都赶紧去忙吧。这哪像个医生啊！国外回来的，跟咱们不一样。你们看，
主动脉窦瘤已破入右心室，随时有可能因心衰而猝死。看到了吧？要不是及时送到医院，现在就已经是一尸两命了。好，我承认，这一次你的选择是对的。承认就好。但是在不知道患者病史的情况下，贸然的移动患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拿别人的性命做赌注，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下次如果我还是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也是作为一个医生该有的选择。嘴是真的硬啊！结果的正确并不代表程序的正义。医生的正义就是治病救人。患者现在没事儿，2位赶紧去换衣服吧。说的我都想看看那新来的女医生了。有什么好看的？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想看了。有些人觉得自己失宠了。是什么宠啊？以前不管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啊，大家讨论的都是他。但你看看今天，大家讨论的都是萧烨，他不再是所有人的焦点，失宠了。那没关系，反正我们家白叔在我眼里永远都是焦点，是中心。说曹操，曹操就在啊。她就是新来的女医生了，还挺漂亮的。绣花枕头一个，确实挺好看啊。哎，你有点赤裸裸了。我看只有你把它当成了中心和焦点吧。熙然，你是不是有想法呀？人家人长得漂亮，又是从国外回来的，一看就是好医生啊。什么好医生啊？啊？兼职卖医疗设备的医生，这你也敢信？他要是去救患者，2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他不得让患者掏2000啊？算什么好医生？你好。接着说啊。哦，他不是在说你，就是在说他。哎，你别说了。请你不要再继续发表有辱我名誉的言论了。我只是实事求是。不愧是国外回来的人。干什么呀？你 hold 不住他。我才不hold呢！我徐依然是个有原则的情圣，我一向秉承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绝不会跟同事不亲不楚。而且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就会跟萧燕划清男女关系。害怕就害怕，别为自己的胆小懦弱找借口啊！你不怕你去啊？你去不去啊？你去不去啊？检查结果显示，主动脉窦瘤已经破入右心室，已经造成患者的心衰，必须先进行剖宫产，再做心脏修补手术，不然患者可能会因为心衰而猝死，所以要尽快进行手术。那先做剖宫产，把孩子取出来，王清有没有危险啊？有可能会加重患者的心衰，患者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那先做心脏修复手术呢？这样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危险？做心脏修补手术呢，需要建立血液体外循环，但是血液抗凝、全麻等措施可能会造成胎盘早剥，胎儿有可能胎死腹中。那我们不要这个孩子了，先做心脏修补手术。肖医生，先做剖宫产，孩子就算有1成的风险，我也是不愿意的。你是不是没有听明白大夫刚才说的话？
爸，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要先做剖宫产，我要把孩子生下来。你不能犯糊涂啊，孩子！我丈夫死了，所以我没有机会再生孩子。可我一定要先把孩子生下来。肖医生，你们先去忙吧，这事我们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们个答复。好，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句，患者的病情不能拖延太久。你们没有太多的考虑时间，请尽快给我答复。好的，我们尽快。王晴他们一家要商量多久呀？我真替他着急。父母就不能尊重子女的意愿吗？唐医生，你还没有做母亲吧？没有啊，要是我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呢。自己没有经历过，你有什么资格去评判王晴的选择？不要用自己的道德观去要求别人。可是他父母的想法会让他失去孩子的。作为医生，我们只能从治疗角度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批评别人，甚至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你这样做跟你讨厌的白医生有什么区别？不管。我的孩子怎么样了？孩子很好，可现在问题不是孩子，是手术方案。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要先做剖宫产，再做心脏手术。可是你的父母，我自己的手术自己决定。你们尽快帮我安排手术吧。患者目前的状况不宜折腾，就不转科了，先留急诊吧。至于手术方案，就请产科的王主任亲自主导，2台手术一起做。方案已经确定了，我没有意见，但有一点，我申请主刀心脏修补。肖医生，心脏修补手术由你来做。他来做？是，我来做。你别逞强，这不是一般的手术。我之前完成过类似的手术，并且是在医疗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我也能完成手术。肖医生，有信心就好。有信心有什么用啊？老师，他的水平您不是不知道，之前差点害死了王晴，咱们不能把患者的生命拿来开玩笑吧？
肖医生的水平我是了解的，而且之前的事情我也知道了。你是正好联系了患者的父母，才知道他的病情。如果在不了解病情的情况下，肖医生坚持不能搬动患者，那是对的。反而是你，冒冒失失，我告诉你，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不是老师，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心脏修补手术由肖医生来主刀，白主，你给肖医生当助手。我给他当助手。散会。早就跟你说过，别傲娇。这下倒好，哎呀，连心脏的活都让人给抢喽。你这什么朋友啊？屁股往哪儿坐呢你？不做就不做呗，你还少这台手术不成？他不是少这台手术，他是咽不下这口气。不说话你能憋死啊？能。哎呀，你走开！你不是一直都相信奇迹是人创造的吗？说不定那个肖医生他也可以做成呢。正因为是他，我才更不相信。哎呀，没事儿，你不是他助手吗？你可以盯着他呀。白医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去找院长退出王清的手术，要是出了问题，你担不起责任。咱们打个赌吧。打什么赌啊？你呢，坐我的车，我带你兜一圈儿。你要是不吐，就算我输，我就退出王清这台手术。如果我赢了，你以后别再来烦我，怎么样？真幼稚。原来白医生是胆小鬼啊！我告诉你啊，激将法对于我来说没用，但我倒是挺愿意看你输的样子。拿好你的头盔。白医生就等着做我的助手吧。谁输谁赢还不一定。我赢。你能坚持到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谢谢你没把这些东西拖在我身上。我已经根据王晴最新的检查结果制定了手术方案，到时候我会发给你，希望你尽快熟悉一下。我对于助手的要求非常高，希望在手术过程中你不要出现任何的纰漏。你等一下。我承认，打赌是我输了，但这和手术完全是两码事儿。你想耍赖？你知道吗？对于心电监护仪、除颤仪、CT 机，还有无影灯这些对你们来说最基础的设备，放在战地医院随便几样已经非常奢侈了。这样的手术，我在西亚都可以做，为什么我在这样设备齐全的医院做不了？我不会拿患者开玩笑。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王晴的病情这么紧急，你作为他的主治医生，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手术？患者与家属没达成一致。哈，又是你那套理论。我说你们这些人能不能专业一点，理性一点，能不能把重点先放在病情本身？所以在你的眼里，只有疾病，没有患者。你别跟我诡辩，我的意思是，病情第一，才是对患者负责任。医学是一门科学，不是吟诗作赋，更不需要你感情泛滥。没错，医学是科学，但它不是你摆弄的后视镜，没有那么规整明细。好，肖医生，我问你，你以为它是什么？在我看来，医学更是人学。我想我跟你对“医者仁心”这个词的理解非常不一样。你一定没有关注最近的社会新闻吧？一家工厂失火了，在施救的过程中，一名消防员牺牲了。这个消防员的名字叫做秦山，他是王晴的爱人。术前须知都看过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没了。放轻松，别紧张。当妈妈都是最勇敢的。一会儿手术室的人会过来接她，如果现在还要大小便的话，就不要下床了。好。你有小便吗？不。妈，你还记得生我时
王琴的手术方案，你不说这台手术有你没他吗？怎么，心甘情愿做阶下囚了？什么叫阶下囚啊？我这是本着对患者负责的精神，对他的方案进行检查和指导。得了吧你就挑什么刺儿啊？白医生，我有必要提醒你，昨天的打赌。打赌是打赌，工作归工作。这台手术我不会让给你的。你俩不会是在打赌谁做手术吧？用不着，院有院规，一切安排听院长的。院长就是安排你给他做。白医生，如果你仍然想跟我说王琴的手术，我该解释的已经都解释过了。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请你退出这台手术。很固执啊。彼此彼此。我固执是因为我的专业能力，我的手术方案不会有任何问题。很可惜，你的方案有漏洞。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修改意见已经做了备注。还有，从你的手术方案来看，你很需要一个比你优秀的人来帮助你。手术还不错。你这个助手也算称职。如果换作是我，那根血管不会断。出现意外很正常，但如何冷静地处理意外，才是对医生的考验。我的追求是没有意外。不要追求这些没意义的东西。那是因为你能力不够。萧燕那手术做得真漂亮啊！咱们医院应该多来几个这样的医生，人长得好看，车也骑得好。哈，我建议你啊，去眼科看看。怎么了？眼睛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只贪图美色啊！有一根血管破了，没看见啊？你这个人就是听不得我们夸别人好啊！哎，你自己怎么不开车啊？我累。白医生，需要送你吗？不必。他为什么这么问你？套近乎呗。套近乎？醒了，快，芊芊，你醒了。醒了。孩子呢？孩子好着呢，是个男孩。3斤4两。
我想去看看。哎，孩子不足月，早产，医生呀，把他送到保温箱去了。啊，我们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让你看啊，不着急啊。你看看。给小宝贝儿起了个名字，你听一听行不行啊？叫啥呀？我想，叫秦小山。小山。哎，秦小山。秦小山啊！谢谢爸爸。秦小山。妈，我没事了。没事没事。都好着，都平安了啊。秦小山，没什么问题。老爷子，你恢复的非常好。是吗？对。太好了！哎呀，真的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啊？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白医生啊，放心吧，有我呢。他要是不第一本就送给你呀，我就不给他做饭，饿着他。哦，对了，多亏你提醒我了。最近啊，可千万别让陈老吃太多了。知道，记着了。好，那陈老您休息，我回头再来看您。哎，忙你去啊，你先去忙啊。好。真好啊！白医生真好。哎呦，又没水了，我给你打点水去啊。别急，让小妍来了去嘛，你老胳膊老腿干嘛？看看，又嫌弃我是不是啊？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健步如飞。慢着点儿。等着我啊。哎呀，白医生，是26床。40分钟了。
陈老是我国语言学科的一位优秀专家，为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老去世，我们医院很遗憾。陈老离世后，我们马上启动了医疗事件调查程序。经过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白医生在心脏肿瘤切除手术、术后治疗和对老人的紧急处置中，诊断准确，用药精准，处理得当。白医生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以及岗位职责。调查结果显示，陈老的去世与白医生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家属有什么要求，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医院会尽量满足。院长，我爷爷的死真的和白竹没有关系吗？先生，这是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结果。如果陈先生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但根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手术很成功，抢救也很及时，这点我没有异议，院长。但如果不是白医生非要给我爷爷做手术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意外了。我爷爷也就不会就这么没了。陈老的意外离世，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这种意外，谁都无法预料。您放心，我不是来找医院要钱的，我家不缺这个。那你，我就一个要求：我爷爷下葬那天，白医生去给我爷爷鞠3个躬，向我爷爷道歉。请进。奶奶，院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可是你说你好歹也是个博士啊，连个病历都不会写。患者说夜里想尿，12点起夜一次，2点又起夜一次，折腾好几回就是尿不出来。你当你写评书呢？他就这么说的啊。患者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吗？啊，那你怎么不写？患者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就是尿不出来，怎么办啊？”患者自述排尿困难，这叫排尿困难，懂不懂？徐医生，小陈念的是科研型博士，欠缺临床经验，这没什么大问题。小陈，没事啊，医生都这么过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医嘱还有病历都是医院最具法律效力的文书记录，所以一定要简洁还有准确。谢谢你，肖医生。谢什么谢？去把急诊所有病人心电图给我做一遍。心电图我做过了。那就再去测一遍血糖。啊。陈志怎么了？徐远，你又欺负人？我欺负他，他欺负我，好不好？早被他气出心梗。肖医生，你听说了吗？白竹出事了。他怎么了？他的一个患者在术后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本来人家患者家属觉得手术风险太大，想保守治疗，他硬是说服了人家。结果术后患者从床上掉下来，就发生了意外。
桃花，你也说了是意外嘛，那白竹的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呀。我就看不惯他不尊重患者、高高在上的样儿。你是他哥们儿，当然向着他说话了。哎，我是向着事实说话啊。院长，我家老伴儿啊突然去世，陈岩有点接受不了，他心里难受。因为他父母忙，从小都是我们带大的。小时候就喜欢和爷爷在院子里读书，读累了就在躺椅上睡着了，都是我的饭香味儿又把他们唤醒了。我家老陈呢，生前就说过，人生老病死都是命。他的命数到了，这件事情你们没有责任。院长，您这是干什么？白医生不仅是我们同山医院的医生，他也是我的学生。更何况，白医生给陈老做手术是经过我同意的。我不光是医院的院长，也是白医生的老师，所以说，我代他向你表示歉意。陈老是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他的离世，我个人表示深深的遗憾。白医生是个好医生，他为病人着想，也敢担当。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话。今后啊，继续做你们认为对的事情。不要因为我们家老陈就有负担。谢谢你。好了，那我们先回去了。谢谢。白竹，我觉得你这次有点太过分了。你看看吧，对你一向盲目崇拜的郑养杰都看不下去了。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刚愎自用、不可理喻，认为院长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吧？难道不是吗？如果我去道了歉，就是在纵容患者家属的不合理要求，是对我自己专业和医生身份的不尊重，是亵渎了医生这个职业。还好啊，陈老夫人比较明白事理。你总是有理。对啊，真理往往掌握在我手中。行行行，你掌握的都是真理，行了吗？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奶奶，我们走吧。
您让我去急诊，这么大事干什么呀？这是院里的决定，我只是通知你。院长，姜老师，我知道您为了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了，您需要惩罚我来平息众怒，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能接受，但也不用让我去急诊吧？急诊怎么了？急诊也是铜山医院的一份子，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份子。急诊马上要成立 ESU 了，正缺人手。陆主任跟我要了好几回人了，一直没有合适的。你不是号称心外一把刀吗？到那儿最合适。那您还不如干脆让我去妇产科得了。混账话！一天到晚挑挑拣拣，讨价还价的，真拿医院当自己家了？反正急诊我接受不了。您瞪我也没用啊！您刚才也说了，我是咱心外的一把刀，那有多少患者是从我手底下起死回生的？我去了急诊，每天都遇到什么啊感冒发烧、窜肚子拉稀，我去那儿干嘛？够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我怎么会教出你这样的学生？哎，老师，您别生气，你有高血压。行了，要不然喝点水。你以为让你去急诊，是陈传寿老先生的手术让我不高兴了，刻意要惩罚你？我告诉你，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为什么呀？是让你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学学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您是想让我去急诊练技术啊？那急诊那一套，按压、插管、除颤、气囊、肾上腺素，我哪个做不好啊？你以为技术好就是一个好医生？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不能只关注病情、关注技术，是要关注人、关注患者，能和患者心连着心。我认为一个好医生就是看到病情、治好病痛，就是对患者最大的理解和帮助。等你在急诊干出名堂来，再回来跟我争辩。我告诉你，白竹，要么在急诊好好干，要么从铜山医院滚蛋走人，以后永远别再叫我老师了。啊，您刚才说干出点名堂再回来找您。老师，你放心，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找您的。还有您，别生气了，身体第一位。那没事，我就先走了。我觉得江院长这么做也是为了磨练你。去急诊就去急诊嘛，你就可以当去修炼了。等过几天他气消了，就会发现心外根本离不开你，到时候求着你回来，你就可以继续你辉煌的职业生涯了。来我们急诊怎么了？地球离了谁不能转？心外没了你还不能救治病人了啊？到时候你俩天天在一起，你可不能把我家白主带坏了。我把他带坏，他把我带坏好不好？你看他那样，天天把自己捯饬得人模狗样的，还动不动就手磨个咖啡，岁月静好，云卷云舒。那我就想问问你，不装能死啊你？能死？我们家白竹说了，能死。你俩真的是一对哈。院长，院长，这 ESU 刚成立，这经不起折腾啊！这什么话？你不是整天跑我这儿来，哭着闹着要人吗？我要的是人才啊！我要的不是搅屎。哎，这个怪才，它不利于我们的团队团结了。院长，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这业务坐好了，我告诉你，
你是不了解白竹，他可是个好苗子。那好苗子到咱们急诊科不是浪费了吗？留给心外吧，心外需要人。那要么瑞士回来那个肖医生你也别要了，那个也是个怪才，但那个得要啊。为什么？要么都别要，要么都要了，你自己挑。院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哈，我也不怕您笑话。我知道急诊科上上下下的人都议论我，是我这个人做事儿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天天强调安全第一，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我真的不允许我自己还有急诊科有任何的麻烦。这个白竹，全院上下都知道，她就是个大麻烦。您听我把话说完哈，我知道她是您的学生，您这么做都是为她好。对。可是这于公于私，我惹不起这样的麻烦呢。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现在虽然是急诊科的主任，但是前面不是还夹着代理2个字呢吗？我为了能让院里边能把这2个字去掉，我做事情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的。那于公，院里边好不容易成立了 EICU， 这也是大家多年来的愿望。我在急诊科干了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太多的危重病人因为缺乏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 EICU 成立了，弥补了这些缺点，给他们带来一些生的希望了，不是吗？院里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你们急诊科设立 EICU 的嘛。是啊，但就这个院里面上上下下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的。他们就觉得 EICU 和 ICU 是重复的投入，消耗了巨资，挤占了他们的经费，所以我才在全院大会上向您、向所有的医护人员下了军令状。这1年 EICU 但凡出现任何的问题，效果不佳的话，我们都得自己关门。我这1年也是卯足了劲儿，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岔子的。今天您非把白灼调到我急诊科来，我是怕我 hold 不住他，他真的会给急诊科带来大麻烦的。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你要相信我，我把白竹调到你们急诊科，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像白竹这样的好苗子，就需要好好磨练。你们 EICU 需要更大的发展，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嘛。可是，别可是了，你就听我的吧。我敢给你打这个包票，没准过几个月，我把白竹从你们急诊科调走，你还不乐意呢。真的。院长，我请吧。哎。哎，还有呢，就是护士长江山，是咱们急诊科的大管家，做什么事儿特别认真负责。雨然，哎，主任8号病床的病人，你去看一眼。哎，好，这就去。好好聊。白竹，我知道你不想到急诊科来，但是我想跟你说，既然来了，就要在这儿好好工作。主任，你也应该知道，我来急诊只是院长的权宜之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转回心外。所以眼下我们俩最好相安无事，谁也别招谁。啊，您别生气啊，你们 EICU 下午就要正式挂牌了，生气影响工作，可能还会影响您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对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升官发财也属于正当追求啊，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您成天把安全第一挂在嘴边，不就是担心出了岔子，影响自己转正吗？真是不可理喻。患者腹痛来的时候多次腹泻，血压偏低，体温39.1，做了血常规跟大肠常规，白细胞偏高，应该不是普通腹泻，会不会是食物中毒啊？大夫，那孩子的病怎么样了？我帮你检查一下。这个情况不大乐观。大夫，这什么病？这是这么多瘀斑，会不会是病毒性菌痢啊？大便常规正常，不像是重症菌痢的表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大夫，这病好治吗？放心吧，不难。小朋友，头疼吗？头不疼，肚子疼。患者没有明显的呕吐、头疼，脖子没有抵抗，应该不是流脑。对呀，流脑不会引发腹泻的。到底是不是踩了瘀斑上的？为什么会引发腹泻呢？它是流脑并发华府综合征，后者会引发肠黏膜出血，刺激肠道出现腹痛、腹泻。刚才我要是不在的话，你们可怎么办呀？哦，我刚想起来，可能肖医生是因为刚回国，有一些水土不服。别憋着啊！肖医生，刚刚诊断出流脑的，要是你就好。患者可以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救治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话是没错，可我就是瞧不惯白叔那副狂妄自大的样儿。你知道他为什么主动去给那个患者诊治吗？这是他的工作呀。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他这种均匀性性格最大的愿望就是吸引所有人的关注，来满足他内心缺失的安全感。可是你一来，大家都关注你了，没人关注他，把他的风头都抢光了，他心里当然不乐意了。他这么做呀，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他在医术上是远高于你的。唐医生，你是不是特别不忙？大伙儿一起拍张照片吧！啊，好，大家看我这边，看我这边，来，3、2、1，好，可以，OK。好，大家继续忙吧！准备怎么样了？哦，病人们都转过来了，
一切都很顺利，一切照旧，您就放心吧。一切照旧可不行啊，新事物有它的独特性的运行流程。哎，我一定会慢慢摸索的。晚上可以摸索就不用了。肖医生，哎，你过来。谢谢。我让肖医生提交了一份急诊和 ESU 的运行流程规范，我看了很不错。医务处今天就会印发了给你们。活到老学到老，新事物就要按新方法来。好，等文件下来了之后，我一定认真贯彻学习。我们把肖医生请过来，别以为光是给你们增加了一位优秀的急诊大夫。洛桑大学附属医院在急诊医学上独树一帜，而且肖医生有无国界救援的经历，你们要好好发挥它的作用。哎，等以后你还得多辛苦，给我们科里边出谋划策啊！想麻烦2位跟我来一下这边。主任，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你想，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这一圈绕下来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主任，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这是跟基建和保卫已经商量过好多次之后，最后决定把它重新恢复成单行线的。如果是咱们的话，可能会按照提示走单行线绕这一圈。一般的车辆跟普通的患者可能也会绕圈，但是你想，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这一圈绕下来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车上如果是急症的患者，包括咱们的救护车，从大门进来一定想尽快的就到达急诊了。有道理，老罗，把这口子打开，我来跟他们打招呼。好的。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没有，他就是头磕着了。哎，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滑倒，磕马路牙子上了。头晕吗？不晕，就是疼。会有想吐的感觉吗？没有。没事啊，伤口不大，等会儿帮你包扎一下就好了。保险起见，还是去做个 CT。啊，好的。哦，好。医生，我这不会摔成脑震荡了吧？不会的。你确定你现在没有头晕、恶心、想吐的迹象？没有。从 CT 来看，颅内没有明显的损伤，还有出血，就是外伤，过2天痊愈就好了。哦，谢谢。那我可以走了吗？医院里的味儿闻着难受。可以，明天记得来换药。哎，不行！我跟你说，必须住院。哎，医生，在哪儿交住院费？他不需要住院，他就是小伤，过2天就好了。那伤在头上能叫小伤？要是感染了怎么办？要是脑子里出血怎么办？你们不是有那个 ESU 吗？据说价格还不便宜。我们先住2天观察观察。就是啊，我们不在乎钱，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我们都懂的。我们这儿确实有 ESU， 至于收费也是按照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来收的。哎呀，多少钱我们都给，都住。对，我刚刚也说了，患者这种情况呢，不需要住 ESU， 而且我们 ESU 里面都是重病患，对患者的恢复也不好。爸妈，ESU 是重病的人住的，我才不住。你懂什么？这头上的伤啊，马虎不得。医生不都检查过了吗？就是个小外伤。你就听你爸的吧，咱们住在医院，有啥情况呀都好办，是吧？行了，多住点。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你去安排一间那个 ESU， 要单人间啊。我们 ESU 现在床位确实比较紧张。你就是这么服务的？实在是不好意思 ，ESU 是用来监护极危重症患者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住 ESU。好了好了，你叫肖燕是吧？我现在我就投诉你，区卫健委管不管得了你？市卫健委管不管得了你？就不信了。投诉他。没事，我来处理。你别着急啊，这位家属哈。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儿的主任，我叫陆平安。你来的正好。你们这名肖医生简直不把病人的安危放在心上，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一风一德很有问题。
我这正准备向市卫健委反映这个问题呢。啊，别着急，你们就是想让患者在 EICU 多观察2天，是这意思吗？啊，可以，这个事儿就交给我，我来安排，好吧？这孩子的健康最重要，是吧？哎，这边请啊，这就是我们的 EICU 啊。这个 ICU 你们都听说过哈？啊，知道啊。这个 EICU 呢和传统的 ICU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 ，ICU 基本上呢收治的都是一些从抢救室出来的，啊，需要很多器材维持的重症患者，啊，所以它一定是全封闭式的。那 EICU 呢，也就是急诊的 ICU，啊，它基本上收治的都是非手术类的重症患者。它就兼顾了这个急诊抢救室、重症监护科、急诊监护室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作用，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半开放式的。啊，看起来环境也不错，还行哈。哎，赶紧处理一下，小心窒息。爸，这地方要住你们住，反正我不住。不好意思，医生啊。哎。好，医生，谢谢。哎，儿子。主任，内床的病人一天吐好几回，您是故意带他们去的吧？我觉得急诊科是人性暴露最彻底的地方，以后你就会发现，这儿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所以有的时候处理问题不一定非得硬碰硬，换个角度，迂回作战。您真是为咱们急诊操碎了心。你也知道 EICU 成立特别不容易，所以我想，别说什么岔子就好了。我多跟您学习。